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是深耕在这个领域多年的专家，友达光电的洪宏杰资深副总。那么洪副总呢，拥有超过20年的产业专业，长期推动智慧显示技术，还有 AI 感测的整合。那么特别呢，是在智慧座舱方面带来许多的创新应用。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洪副总。各位的那个嘉宾，大家好。非常谢谢叶董帮我们开了个头。其实我在好几年前也听叶董跟我们把这一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也非常谢谢叶董，因为提供我们很多在硬体这边的一些方案，尤其在触控啦，还有一些合作的部分。的确是叶董算是我们这个的老前辈，谢谢叶董。那我想今天的那个主题呢，我会围绕在我们在今年在2025的 CES Las Vegas 上面，我们展出的一个智慧座舱。那我们从去年2024年，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座舱，呈现在这个国际的舞台，尤其在全球最大的电子展，年初的 CES 这边来做参展。那我们去年是用显示的一种情境来 deliver， 那今年刚好我们透过座舱把 AI 的实现在 Micro LED 的这个影像视觉这边，把它做一个对全球的一个客人还有使用者的一个展示。我想今天的主题会围绕在这边。OK。这个是一个我们从市调机构来看这个是整个 AI 在汽车产业的一个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它从130亿的美元的架构到400到4000多亿这样的一个 scope 年复合成长率4.7%，等于说这个整个 overall 的一个趋势是在一个向上的一个应用跟这个整个范围内。OK， 好，其实，在 AI 的应用里面呢，有这6个构面，它不单纯只有在使用者，包含在我们的开发设计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刚刚叶董提到了，他我们在开发人员现在不懂 AI 的话，基本上是有一点是落伍了。所以在整个开发工具，包含设计也是要把 AI 的这样整个流程过程使用进来，甚至在整个，当然我想车用的安全的确是 AI 这边所需要呈现的。那另外一部分是成本跟时间我想因为我们有一个欧洲的大的车厂的客人，他在他的新车导入的时候，他的产线会用所谓的像一个叫数位孪生 （digital twin） 的方式，把它这个产线上面的还未上线的车型，透过 AR、AI 的这样的一个模拟情境，让这个操作员能够在新车型还没有上线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个新车型在产线上面的运作状况。那我们这位欧洲的车厂跟我们说，他可以省了3个月的人员训练时间。就是等于说，它产线好的话，人员马上就可以上场做组装，减少它的错误率。那这个在整个开发的时程跟时间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优势。这个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名词叫做数位孪生，我想这个大家都有听过。但是如何把 AI 拿进来应用的部分，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的，也是一个车厂在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另外大家都知道，自驾嘛，那其实我2个礼拜前我在上海车展看到，现在在大陆那边的所有的车子，现在大家不谈Level 4、Level 5，它直接叫做 AI， 它智能化的座舱，让使用者跟开车的者能够在这个所谓的自驾的过程中，智慧驾驶不是自己驾驶，智慧驾驶的过程中，完成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这个。等于说，智慧这件事情 ，AI 已经升值到所谓的交通行动工具，那包含我这边秀的整个还有设计开发的一个阶段。那当然，维修啊跟 maintain， 像我想如果有电动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说，整个这个车子的保养跟流程也是透过所谓的
当你的里程累积到多少，它会主动通知做什么样的保养，或者是最近的保养厂的服务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 service。有这六大构面的应用，这个都在 AI 的范围内，不是只有单纯座舱的应用。那我今天呢，后面跟大家介绍会是在我们的那个座舱的一个体验，这是我们这次在 CES 这边最重要的一个重点。OK， 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整个欧美的车厂这边，因为我们现在的直接都跟这些车厂在做对话，他现在的我想在欧美车厂这边的 AI 化的速度跟大陆的车子比起来，相对速度是有点慢，他们也在追赶当中，但是整个软体应用的 infrastructure 还有这些相关的配套措施，在亚洲这边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几个重要车厂都跟我们说 ，Look East， 往东方看。就是在我们那个欧洲或美国的车厂，但美国它是往西边看的，所以整个ecosystem 整个在这个未来 AI 的这种自驾化跟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在这个整个亚洲地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位置。那整个欧洲车厂这边，他们现在比较重视是语音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因为他们对所谓的人脸型跟取样这边，因为他们隐私的问题是他们目前是还有些法规啦，或者是民族性的关系，他们这边还是比较保守，但是已经有了，就等于说他读的不是一个纯脸，是一个人形，就是用 IR 的方式去 capture 这个重要的那个像眼球或者是重要的一些器官的一些互动，就比方说是打呵欠啊，或者是闭眼睛那个头摆来摆去的，就是一种疲劳驾驶的状态，所以它还只是一个截取，就是机器去读影像，还不到人去把影像，还不到用人的影像把它截取下来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整个是在欧美车厂 AI 的应用，还是偏在语音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在那个中国这边就不一样了，各式各样的算是百家齐放。我们可以看到从华为支持的是这种所谓的那个自界的这样的软体应用系统，还有到理想、小鹏、小米、比亚迪之类的，这个全部都是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就等于说目前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状态。大家可以想想看，在10年前的手机，大概你一摊开来，整个桌面都是不同家的手机。那现在在好，在大陆的车子里面，相对的也大概是这样子。那大概一整个展间里面，所有的品牌的车子非常非常多，也是百家争鸣。那不同的软体体验跟情境，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应用。那我们可以看到语音控制、手势、生物辨识，各种面向都有，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实力跟场景。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晶片这件事情还是回过头来，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还是晶片的一个能力如果今天晶片做不到这些东西的话，我想这些功能有可能就是相对的会逊色了，而且没有办法达到使用者跟消费者的要求。OK， 好，回过头来，我们我们最后在开发我们的这个座舱的时候。当然，我想最重要的车子是给人使用的，所以我们是聚焦在以使用者为一个核心架构之下的一个5个构面。这5个构面包含所谓的沉浸式的构面，因为车舱的空间变多了，那个使用者他的眼睛一定要有一个除了外界的视野以外，它内部的一个讯息的一个交流。那交流以后一定要有互动。那互动的话，当然是眼睛跟手的互动。刚刚叶董也提到了，如果去触控。触控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回馈。那个人化，那我想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车子内装或者是你的我想个人的电脑都一样嘛，你自己的桌面啊，你的 user 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都希望自己把自己的一个输入界面把自己的一个手顺那个熟悉的方式把它输入来使用。
那如何表达？那在一个智慧化的一个回馈，所以呈现出的是这10个构面的一个体验。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现在车子不只是在对内，对外也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结构。我想各位的那个左手边的第2张图，这个是欧洲一个车厂，它在前年的 CES 它展露出来的车子的表面的颜色是可以跟你的心情、跟你的环境做一个变色的一个互动。甚至你可以告诉你的你面对的行人是说，我会让你走，或者是说我车子是在一个行进当中。的确我们在CES的时候碰到很多车厂跟我们说，车子未来真到自驾的时候，也要让你外面的行人跟这个车子能够有一个讯息的一个互动。所以从内到外的互动，不管是使用者跟行人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从 AI 的使用情境的一个关联。那当然，我想其他的部分已经大家非常熟悉的，怎么让更有情境、更有感受的享受在车内的互动的感觉。OK， 这就是我们这次在 CES 的这样的一个座舱。那个美国那个 CBS 那个也给我们的一个专访，在美国那个 CBS 频道上面做一个那个怎么讲报道。那这的确是在这个这次的 CES 获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回响，甚至也借了这个机会，我们跟所有的车厂是直接在 CES 这边面对面的做那个做对谈。OK， 我想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这一次在 CES 这边的一个花絮就是我们也并购了德国这家 BATC 的一家公司，那我们一起在这个 CES 上面做产品的一个展示。这是我们的座舱。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智慧方向盘，还有这个手势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回馈。然后透明的玻璃，然后这个方向盘可以做折叠。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智慧座舱，你可以用图声文的方式，图生图去截取你要的影像。然后这是一个天窗，怎么让你在车内有感受啊？这我刚刚提的，跟行人的互动。那这是所有我们这次在展场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件，那包含我们在表面处理的一个触控。然后大屏的显示，整个按键式的一个选择，然后座舱的这种控制系统，OK， 但是我们其他相关的，我们也是强调这个要有业绩跟环保的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座舱，还有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显示及整个那个新闻的一个回馈。我们这一次也跟了因为新闻写了啦，就是那个 Sony Honda Mobile 这家公司，我们有展现出了在车外的一个 Micro LED 一个显示，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了车厂它现在要的不是只有车内，还有车外，怎么透过显示，然后让跟行人之间产生另外一个互动，直觉的互动。OK，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我们叫做Copy 的 solution， 我们是整个把这个座舱用一个晶片的方式，那把它这样整个讯息做一个连接。因为我想，除了眼睛以外，那怎么让这个使用者、消费者在车子里面感受到这个气氛围的不同？我们也把这个所谓的空调系统，还有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回馈，放到我们的座舱里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段影片，叫做 Adaptive Climate Control。声音吗？ 这一段是我们德国的 BATC 这家公司它的智慧空调系统，也就是说透过心跳环境的变化，甚至它透过卫星抓到这个区域的气候，那调节你车内的空调跟温度。因为台湾的地相对小，如果你在美国或欧洲大陆这边，你跨个国或者是跨个州，那个温度的变化是蛮大的。
所以它可以让这个使用者在过程中你不用手去按。包含你如果人在流汗啊，或者是你衣服穿多穿少的时候，透过影像的截取，还有你的心跳，来做你的空调气氛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一个调整。这也是我们把这个Aptiv 这样的一个智慧座舱的东西放到座舱里面，放到我们的整个方案里面来。这是我想，这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直接跟车厂在 CES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根据我们座舱，车厂把他的需求跟想法跟我们讲，然后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直接对谈，那也把我们的供应链的相关的伙伴带进这样的一个国际舞台这边来。好，我想重点是在于说，有根据整个 AI 从小模型的区域应用到大模型的方式，然后把应用的方式。根据感知、决策、控制的输入端，我们找出从理论的架构，来 deliver 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座舱的里面的各个区域，它所要呈现的一个氛围跟情境。OK， 所以我想是从能用到好用到享用、享受的享。我想我们为什么要 AI？ 已经大家能够去享受它。觉得好用，这才是真正 AI 的精神。那如果是能用的话，我想这个可能大概就是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我们希望追求是好用跟享用。从监控到娱乐系统，到你透明屏等等之类的，还有多模态的这样的互动跟交流。然后屏跟屏之间的跨联的那个连接跟互动，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透过这颗晶片，然后 AI 的这样的情境，让使用者感受到好用跟享受的享用这样子。我想这边有一些，sorry， 这边应该有一些动画。那主要是在于说，我们可以做人，就是说跟语言的互动。我想因为这个动画好像是有一点连不上，所以就是包含使用者可以透过语音跟你的屏幕做一个对谈。那部分的话是包含还有在各位右上角这边的话，我们一个智慧座舱，透过触控的方式，用你画一个意象图 ，AI 去 generate 你要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兔子啦，或者是狗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互动。就是说从视觉、听觉到触觉。我们大家呈现在这个使用者这样的一个感受里面，那当然语音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啦，语音的互动跟回馈。OK， 那我想最后呢，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我们智慧座舱的任务叫做 Your Journey Our Vision， 这个 journey 是包含从车子的制造到使用者进到车子里面，到路上的行驶，到出来以后还有。跟人的这种互动，我觉得 Your Journey Our Vision 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怎么让消费者、使用者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回馈？这就是 AI 的精神。我想这是以上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在2025年 CES 这边的一个座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好，谢谢各位。